大家好，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这一集我们来到洛阳，游览中国第一古刹，被尊为祖庭的白马寺。祖庭意思是中华佛教乃至东南亚佛教的发源地，这个说法可不一般。白马寺有何底蕴得此殊荣呢？白马寺位于洛阳市老城区以东12公里的白马寺镇上，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寺内的主要建筑对称分布在由南向北的中轴线上。从山门进去，前后有5座大殿，依次为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以及毗卢阁。白马寺内如禅的峰林中，殿阁峥嵘，长林古木。当人流连于古刹遗迹时，不禁感叹：白马驮经事已空，断碑残刹见遗踪。前面就是洛阳白马寺。我们到了门口了。此刻我们来到了山门，山门前这2匹石雕白马可是不一般。东汉第2位皇帝汉明帝刘庄想将佛教引进中国，于是派大臣出使西域求佛。公元65年，使者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2位印度高僧应邀前来，一路上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为纪念劳苦功高的白马，就取名白马寺。实际上，门口的石马是白马寺从宋太祖赵匡胤的驸马墓前移来的。但见这2匹温驯的白马低头负重，似乎仍然在驮经前行。山门上有3个门洞，象征着佛教的3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以及无愿门。这是佛教讲的让人放下杂念，通往解脱之道的3种法门。3个门洞是用砖和青石炫砌而成的，上面刻有工匠的名字。部分炫石是东汉遗物，是白马寺内现存最早的文物。山门东侧为元代所遗存的洛京白马寺祖庭祭碑，通高3.5米。碑文称白马寺为祖庭和世源，记录了白马寺藤、兰2神僧开教事迹。钟鼓楼分别位于山门2侧。白马寺晨钟暮鼓的礼佛仪式是洛阳8大景之一，马寺钟声。前面就是白马寺内第1重大殿，因殿内共4大天王，故称为天王殿。迎面而坐的是大肚弥勒佛，他笑容满面，和蔼可亲。在汉族的佛寺中，第1座大殿通常都供奉弥勒佛，让人们第一眼看到乐呵呵的弥勒佛，对佛门产生亲切之感。大殿内2侧分塑威风凛凛的4大天王，东方天王手持琵琶，南方持伞，西方持宝珠，北方托宝塔，手中所持法器分别代表着风、调、雨、顺。这尊面北站像为韦陀天将，他立于弥勒像后，负责保护道场，不许邪魔侵扰。大佛殿是白马寺内的第2重大殿，是明代重建的。
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右手来日菠萝花拈花示众。正是因为什么都没有说，所以其中的奥妙难以被人理解。殿内正中佛坛上供奉着7尊造像，正中释迦牟尼佛，据说这是他最后一次来讲经说法时的形象。此次讲经，他并不讲话，只是右手持一朵鲜花，拈花示众，让众人推测。释迦牟尼的左侧为大弟子摩诃迦叶，唯有他明白得了佛的真正用意，从而破颜微笑。右侧站像为大弟子阿难，他博闻强记，被称为多闻第一。迦叶左侧为文殊菩萨，右持经书，以知识广博、聪明智慧著称。阿难右侧为普贤菩萨，手持如意钩，德行美满，以行愿著称。释迦牟尼佛与文殊、普贤菩萨合称释迦三圣。这是3尊明代泥塑造像作品。大佛殿内后部，这尊面向北方的坐像为观世音菩萨，由于背对大佛，又称倒坐观音。现在我们来到了第3重大殿大雄殿。大雄殿本为元代所重建，明清时重修。一般的寺院称这个殿为大雄宝殿，白马寺为啥少了个宝字呢？有一种说法是白马寺自称寺内没有宝，免得引人觊觎。历史上在战乱兵火中，白马寺屡次遭受严重破坏。东汉末年被董卓焚毁，公元220年，曹丕称帝重建白马寺。唐朝的安史之乱，经过重修的白马寺再次毁于一旦。大大小小，白马寺经历了不下8次的破坏，但最终都重建幸存。多灾多难的白马寺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尽管屡经战火，现在的白马寺里还是有文物珍宝的。大雄殿的3主佛、2天将、18罗汉都是元代造像，与天王殿的弥勒佛共24尊，是1973年从北京故宫慈宁宫大佛堂调入的，都是传世级别的珍宝。这就是大雄殿佛龛内的3尊主佛，皆双膝盘坐于莲花宝座中。正中为释迦牟尼，尊称大雄，给人以威严、圣洁、安静之感。释迦左侧为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右侧为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3主佛之前，左右相对而站的是韦陀、韦力2位护法神。殿内两侧供置着18罗汉，这一组18罗汉都是坐像，形态各异，为国内仅存的一套，是白马寺的镇寺之宝。殿后站的韦力天将，为寺内现今仅存的一尊元代泥雕作品。接引殿是寺内的第4重大殿。按佛教说法，佛教徒修行到一定时候，便可由阿弥陀佛迎接，引导到极乐世界去。正中主尊为阿弥陀佛，右手向前下伸，做接引状，左手指向西方极乐世界，为清代泥塑作品。接下来一起登上清凉台。相传清凉台原是汉明帝刘庄小时候读书之处。前面说到汉明帝一开始把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
安排暂住在鸿胪寺。鸿胪寺是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2位高僧相当于暂住在外交部的国宾馆。后来汉明帝干脆就把清凉台改建成僧院，拨给2位印度高僧住。白马寺的寺字即源于鸿胪寺之寺字，这就是中国寺院里的寺字称呼的由来。2位印度高僧住下来后，就在白马寺专心译经传教，这里成为中国最早的译经道场。第一本汉文佛经42章经就是在此译出的。读过金庸小说《鹿鼎记》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全书线索42章经实际上是你争我夺的藏宝图呢。清凉台的台上以毗卢阁为中心，构成一个封闭式的院落。毗卢阁是寺内最后一重大殿，寺内佛坛上中间主尊为毗卢佛，意为大日佛，象征着光明普照，佛法无边，是佛教中一个重要教派密宗尊奉的最高神。毗卢佛的左侧为文殊菩萨，右侧为普贤菩萨，这一佛二菩萨合称华严三圣，均为清代泥塑像。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其后白马寺更是把佛教传到了朝鲜、日本和东南亚，使佛教在亚洲得到普及。如今泰国、印度、缅甸政府相继出资在此建造佛殿，使得白马寺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中、印、缅、泰4国风格佛殿的国际化寺院。从毗卢阁往西，就来到了泰国佛殿院。院内的主要建筑有舍利塔、四面佛、大佛殿等，建筑错落有致。这里的舍利塔2层供奉有释迦牟尼佛舍利，大佛殿供奉释迦牟尼佛，温和慈祥，法相庄严，是仿照泰国人最信仰的佛像帕钦拉纳佛像而造。在泰国佛殿院西面就是缅甸佛塔院，主体建筑为大金塔，是按照缅甸的象征仰光大金塔的样式而建。大金塔的东、西、南、北方向各有主门1道，这些门完全按照当今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皇宫缅甸曼德勒皇宫的样式直接移植而来。印度佛殿方正严谨，中心是一个巨大的覆钵式穹隆顶，佛殿下水流往来，清澈圣洁。佛殿外回廊环绕，静谧整齐。整个佛殿布局规整，雕刻美妙，俯瞰大殿及水系，犹如盛开的莲花。在白马寺东面还有大唐名相狄仁杰的墓，以及中国最古老的一座佛塔，出建于公元69年东汉年间的齐云塔。在烟香缭绕中，在暮鼓声声中，我们仿佛看见了2000年前驮载着佛经的白马，穿越茫茫沙漠，负重前来。下一集我们将游览洛阳闹市，品尝当地美食。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关注、订阅、留言、转发，支持我们呀！